吴起历史上那么有名的人，用兵的奇才，为什么输给现在看来查无死人的同事田文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不得不说，司马光写得好，吴起的性格也跃然纸上，不服输，能够以业绩导向，在关键时候事先于人。你看吴起是这么说的：蜀之子矣，就说这官你做。吴起还是缺少政治觉悟，这个官谁做？难道是他定的吗？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我们讲第7课，各有擅长。前面2课分别说了魏国2任国君和吴起爱恨情仇的故事。魏文侯能用好吴起，魏武侯跟吴起有些摩擦，暗线已经埋下。这一期说一说吴起和他同事田文的故事。田地的田，文章的文。田文在历史上查不到什么其他资料，但是他跟吴起在魏武侯的时候同朝为官。吴起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吴起在鲁、魏、楚3国都当过官，而且都当过不小的官，还都建立了不世之功，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。他按照冯唐成事学严格定义，就是一个能成事的人，成事，持续成事，持续成大事。他在魏国用兵如神，帮助魏文侯成就了霸业。到了魏文侯儿子魏武侯继位，吴起已经是非常有威望的大臣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魏武侯开始选相，吴起觉得自己最合适了。大家知道吴起非常爱当官，爱当官到什么程度？爱当官到令人发指的程度。鲁国被齐国攻打，吴起就特别想当鲁国的大将，带领鲁国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去迎战齐国。但是鲁国人不放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吴起有一个齐国老婆。吴起为了得到这个官位，得到这个大将军的名号和兵，为了让鲁国上上下下信任他，他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。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但是我们知道司马光是个很谨慎的人，《资治通鉴》也基本是一部信史。另外我们也没有其他信息源去判定吴起没干过这个事儿。《资治通鉴》说他干了，那我现在只好认为他干了。我只好说人性的至暗之处甚至暗过我的想象力。那这个时候魏武侯任命田文为国相，爱官如命的吴起不服气，就去找田文理论了。吴起说，我想跟你比比功劳。田文答应了。吴起就说自己最大的3件功劳：1统帅3军，2镇守西河，3整治百官。吴起问田文，这3件哪一件田文能比得上自己？为什么田文的官比自己高？田文说，我都比不上你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件事。一件什么事呢？魏国国君年岁还小，大臣不齐心，百姓不信服，这个时候应该把国家托付给谁更合适呢？是托付给一个稳重的我，还是给一个比人渣还人渣，以逞凶斗狠杀老婆著名的吴起呢？吴起想了一会儿，我想这个过程一定不愉快，还是得给你呀。吴起认了这件事。吴起历史上那么有名的人，用兵的奇才，为什么输给现在看来查无死人的同事田文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请听我慢慢道来。咱们回到原文，到原文的时候呢，我总是能体会到司马光创作团队对中文的严谨，对中文的讲究，不求很有文采，但求平准真切，不说那些有的没的，基本不抒情。这真是
好的中文的典范。言归正传，魏至相，相田文，魏国设立国相一职，让田文当这个国相。当时不叫丞相，大家把它理解成丞相就好了。过去的地理名称，过去的官职，有时候不完全能对应今天的地理位置，也不能完全对应元明清甚至今天的官职，只是能对应一个大概，大家知道意思就好。这个相，你叫他国相也好，相爷也好，在战国的时候，在魏国就是官员里的最高的那个人，魏武侯之下，其他官员之上。魏国就把这个相位给了田文。吴起不悦，吴起不高兴了，谓田文曰：请与子论功可乎？跟田文说，咱俩坐下来聊聊，聊聊谁功劳大，论资排辈儿，咱们业绩说话。在华润有一句话，业绩不向辛苦低头，就是大家你忙我忙都很忙，你用功我用功，大家都用功，你卖力你卖力，我卖力我卖力，你努力你努力，我努力我努力。努力是不用说的，是缺省设置，大家都会努力的。但是光有努力不行，那还要有什么？要有业绩。所以吴起是拿业绩要跟田文说说话，看谁业绩更好，谁功劳大。华润在业绩文化之后还有一句，就是价值观不向业绩低头，价值观不向业绩妥协。哪怕你业绩再好，你的价值观不对，你有诚信问题，你文化上有问题，你做事儿不地道，你的品德有问题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还不是我们中最棒的。最棒的就是努力干活，有业绩，三观邦邦硬，有品德。但是吴起大家知道，品德上有些所谓的欠缺，贪财好色，凶残无比。当然他作为武将，作为政治家，他的德其实有他非常长的一面，这个咱们之前也讲过了。衣食住行能跟普通士兵一样，我没见过任何一个将军能做到。吴起也没有跟田文说，咱们比比德，谁品德更高。吴起知道不是他的长项，他不是一个道德完人，甚至从成事学的角度看，他都不是一个德很平衡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他成事成大事，持续成大事，到最后惨死。类似他这样的人，隔个几十年100年都会冒出来一个，有可能没有吴起这么突出，但多多少少都会出来。春秋战国，特别是战国，这样的人尤其多。之后我们会讲到商鞅，会浓墨重彩多说说商鞅。商鞅也是跟吴起类似的一种类型，有很多毛病，但是能破局，是个怪才，不世出的人才，用好了成就大业，用坏了家破人亡。但这些怪才自己的命往往不好，自己的品德不平衡，容易在某段时间成事儿，但是过了这段时间没了保护伞，就像吴起到最后被人乱箭射死。吴起跟田文比较业绩，我不跟你比辛苦，比辛苦没意义，咱们结果导向，我们比业绩。我也不跟你比道德，因为道德标准不一，特别是我知道我的道德在很多人的标准里低于底线。好了，那田文怎么回答的？田文说可以。吴起列了3条。第一条说吴起的当家本事，当将军。启曰：将3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于启？我当将军，带着3军，
我的兵愿意为我而死，愿意往前冲，敌国不敢侵犯我们，不敢跟我们打仗，你跟我谁强？文曰：不如子。田文说：我不如你。启曰：治百官，亲万民，食府库，子孰于启？吴起问的是，我作为一个文官，我治理这个国家，我治理百官，我亲近老百姓，我让官府的仓库充实，有钱有资源，你和我谁更强？文曰：不如子。田文说：我不如你。启曰：守西河，秦兵不敢东向，韩赵宾怂，子孰于启？说完内政，再说外交，说完文官的一面，再说武官的一面。吴起是这么讲的：我守西河，秦兵不敢过来，韩国赵国老相识，会跟着魏国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我。你觉得在打仗这方面，你跟我谁更强？文曰：不如子。田文说：我不如你。启曰：此三子者，皆出五下，而位居五上，何也？无论武功、文治、外交，这么重要的三方面，你都不如我，你为什么职位比我还高？大家知道，同朝为官，又都是特别厉害的人，往往会有一个 peer pressure， 彼此同朝为官，谁先能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，大家有一个互相竞争之心，难免的。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，激发各位的动力，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，也是很多矛盾的开始。好了，田文怎么答的？田文这么说的：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士之时，属之子乎？属之我乎？田文也很坦诚，你武功、文治、外交都比我好，但是你要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新上来的魏武侯还很小，国人充满了怀疑和担心，周围这些敌国也没闲着，大臣还没有跟我们一条心，百姓还不相信我们。这个时候，我把最高官这个位置给您，还是我自己做呢？我们谁更适合处理现在这个局面？这个阶段，丞相位归您还是归我更好呢？启默然良久曰：属之子矣。吴起沉默了半天，他心里一定不好受。他觉得我这么牛逼，我这么辛苦，我杀了老婆，我妈死了我也没去看，我这么一心扑在工作上，而且工作成绩这么大，我还不能当一把手，我好委屈。但他想了想田文说的话，还是承认田文说的对，说这事儿该你干，这个位置该你做。这个案例7，我不得不说司马光写得好，吴起的性格也跃然纸上，不服输，阿法难，要做就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另外能够以业绩导向，甚至有只看业绩的倾向。第三，还是能够在关键时候想得明白，能够认账，能够把事儿摆在人之前，事儿先于人。吴起毕竟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样的竞争只从这段来看，我觉得还是健康的，大家还能事儿先于人，从成事儿的角度把人搁到事儿之后，为了成事儿，即使有彼此的妒忌、佩服和看不起，大家还能够以事儿为先，为了成事儿安排各自的心情，为了成事儿做合适的位置。第四，吴起还是一个不容易管的人物。你看吴起是这么说的：属之子矣，就说这官你做。吴起还是缺少政治觉悟，这个官谁做
难道是他定的吗？佩服魏文侯能够容忍吴起这样的狠人。管理的诀窍就是用好这块材料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你可以手里一把烂牌慢慢打好。人才有异，各有擅长。我建议人才分类要从事儿上着手。魏文侯到魏武侯连续在6国中闪耀，跟田文、吴起能够认清自己彼此认同有相当重的关系。理解地球生存原则，理解人类生存原则，进可攻，逐鹿中原，退可守，趋利避害。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讲《资治通鉴》第7个案例，各有擅长。田文和吴起聊一聊谁更适合当丞相。从历史看管理，我们把视角引向人才这个话题，就着第7个案例讲讲人才。如果你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有3个主要元素构成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物。人和物发生关系，人和人发生关系就是事儿。人一代一代生老病死，物相对也会演化，有创造、保护、毁灭。物的变化多数的时候比人的变化要慢一些，要更稳定一些。比如说一个城市，比如说一个地方，比如说一个物种。人为什么变化会快一点？因为人生老病死，从小到大，从世界观不成熟到世界观稳定。而一个杯子还是一个杯子，一块玉还是一块玉，一棵树有可能活得比人还要长很多，变化比一个人要小很多。跳出来看，人才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在城市学里，在普通管理学里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那关于人这件事儿最重要的几点，各位听好。第一，终极目的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刚才说了，人和人，人和物，物和物发生关系就是事儿。怎么能让事儿做成？那就是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如果你能长期的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我可以很负责的跟你说，你可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，你可以手里一把烂牌慢慢打好，你可以因病成颜，因为生病反而变得越来越美丽。所以管理的诀窍就是用好这块材料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这是所有人才管理的最终极目的。第二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同样是人才，但是种类可能完全不一样，特征可能完全不一样，你评价他们的标准有可能也不一样，你激励他们的方式有可能也不一样。第三，人和人之间，人才和人才之间，特别是人才和人才之间是有矛盾的。这种矛盾不可能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完全克服，就好像你无法把热能100%转化成动能，热能30%转化成动能就算不错了。古人有句话叫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如果大家的心往一处使，跟着一个人去干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力量。所以我想说的，不要追求人跟人之间没有矛盾，有点矛盾是正常的，不要结死结儿，不要产生过度的内耗就好了。上面说的3点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人才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人才有不一样的管理方式，不一样的激励方式。人和人之间有矛盾，
人才和人才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，不要企图完全消除这些矛盾。这3点在我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关于人才管理的原则。好了，咱把第2个原则就着案例7展开多说几句。人才有异，各有擅长。那你可能会问冯老师，人才分哪些类啊？怎么分类啊？我是哪种人才呢？我建议人才分类要从事儿上着手。什么意思？不要为了给人才分类而给人才分类，而是要先想到有哪些事儿，先把事儿分类，再用事儿的分类来放人，就先把框弄好，再把人往里搁。咱们都是从管理和成事的角度想人才，那从成事的角度，你就分出要成哪类事儿，什么时候成什么类型的事儿。我提2个维度来区分人才。一个维度就是做事的分类，按做事的分类来分人才的分类。事儿、文武、相、将是个大分类。落到今天的管理，就是你是职能部门的，做宰相的，做幕僚的，还是你是业务部门的，做前线的，带兵打仗的，去负责一张损益表的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区分。有可能有很多同学听过曾国藩的挽联，最著名的那个立德、立言、立功3不朽，为师、为将、为相1完人。当过老师，当过师爷，当过师长，也当过将，也当过相，什么都当过。这是说曾国藩。这个分类其实就挺好，为师、为将、为相。如果再按时间轴打深一个维度，同样是负责业务，不同的阶段有可能需要的人才不一样。那反过来你可以说这是创业型人才，这是守业型人才，这是幻想型人才，或者说狂想型人才。什么意思？你守成的业务，已经成型的业务，你交给的人应该本分持重，不轻易改变，扎扎实实的降低成本，扎扎实实的把流程梳理好，把最后的利润赚回来，把市场份额守住。还有一类业务是初创型业务，需要开疆拓土，需要杀伐战取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这个时候需要些狠人，需要些猛人，他能够破局，能够从0到1，从1到10，从10到100。你可能需要这样的人。第3类业务型选手呢，是那种幻想型的，他不需要想最近1年、3年、5年甚至10年的事，他要想10年之后的事。根据他的幻想，我们做点布局。这3类不同的业务型人才，激励的方式、评价的标准也不一样。你应该试图把自己这块材料搁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。你如果是 CEO， 是团队领袖，那你就应该把不同的人才搁到他们该被搁到的地方上去。转一个角度，有些人才并不是他们本身不好，而是没有搁对地方。大家想，如果吴起在魏武侯刚刚继位的时候做了田文这个宰相，而田文替吴起去做了将军，那魏武侯的日子一定不是很好过。就着案例7跟大家说了说人才管理最重要的基本原则，最大的分类，以及把其中一个分类业务型选手又打深了一层。刚才我讲的纯从人才的选择和使用上去说，当然人才是有可能变的，人才是有可能被培养的。今天只讲假设人才已经定型，应该怎么去用。
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但第一步，你要知道你是一块什么样的材料，你是什么样的材。第二步，进阶一些，你要知道你周围的人，你的主要团队成员是块什么材料。这是一切人才管理的基础。也非常欣慰地看到田文、吴起是明白他们各自是一块什么材料。他们虽然有不同，虽然彼此有各种人性的小算计，但是他们能够以事儿为先，是个专业的成事修炼者。他们愿意认同彼此，愿意认可对方的能力，愿意认可当今的形势。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了。魏文侯到魏武侯连续在六国中闪耀，跟田文、吴起能够认清自己是块什么材料，能够彼此认同，有相当重的关系。祝你能知道你自己。我稍稍讲讲这个结尾啊。吴起贤人也，吴起是个非常能干的狠人猛人，而君之国小，臣恐岂之无留意也。而魏国太小了，吴起可能留不下，可能不想留。君何誓言一女，岂无留心，则必辞矣。魏武侯，您试试把女儿嫁给他，把他当您女婿，他如果没有留心，哪怕您的闺女他也不娶。子因与启归而使公主如子。公叔啊，你在魏武侯跟吴起提婚之前，拉吴起一块儿回家，然后让公主，也就是您的老婆，侮辱你，让你很难堪，让她表现得非常跋扈。启见公主之贱子也，必辞，则子之计重矣。吴起一看王室的闺女就这么糟践她老公，在魏武侯提亲的时候，吴起一定婉拒。吴起一旦婉拒，对魏武侯来讲，吴起就是没有留意，就是不想待在魏国，就是有走的心。按这种安排，吴起很有可能不接受魏武侯闺女，不接受这门婚事，那他就惨了。公叔从之，公叔就按他的团队意见办了。吴起果辞公主，吴起真的没敢要公主。魏武侯疑之而未有信，启拒诸，遂奔楚。魏武侯本来就觉得吴起对他的认可度不够高，吴起这样一个无德之人，还认为自己缺少德，我给他闺女他都不要，那说明这个人我不能信。如果魏武侯不信，吴起是能感觉到的。吴起是一个带着千军万马打仗的人，吴起绝不是个傻子。吴起害怕了，怕啥？怕命丢了，怕自己的人头离开自己的脖子，吴起就跑到楚国去了。之后的故事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，吴起能干、肯干、善干，为楚国开辟了一片天。内政清明，外交攻则取，战则胜，《资治通鉴》里是这么形容的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阙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。六国都害怕楚国的强大，都因为吴起。但之后吴起也没得好死，所以你看，能带着千军万马逐鹿中原，攻城掠地，杀伐战取，开疆拓土的人，并不一定能够在权谋中取胜。一个人，一个陷阱，几句话就能破坏君王对大将的信任。你看，在地球生存不容易，理解地球生存原则，
理解人类生存原则，进可攻，逐鹿中原，退可守，趋利避害。各位多听多读多想《资治通鉴》，好好用功，帮着大家在地球上能够生存得更好一点。